要不是开家长会，我都不知道你是这样编排我的。我说最近老师看我的眼光咋跟以前不一样了？你也过来，站在这儿。你开始念你的作文，看是怎么写的，念。我的母老虎妈妈，我的妈妈像个母老虎，还是动物园里最壮最丑的那头，天天喊着要减肥，顿顿吃的比猪都多，长得胖头肿脸，力大无穷。哼，母老虎还相当的狠心，我只要一道题做不对，马上就想咬人。我不敢说话，我爸如果在场也不敢说话。他就说我俩是哑巴，一张口就说我顶嘴。母老虎出手那是相当的狠，咬紧牙帮，用它的爪子捏我的大腿，把我疼得嗷嗷叫。楼上楼下的都习惯了，天天看着他的脸色，我的日子并不好过。念。我很纳闷，为什么武松打死的那只老虎不是他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后来想了想，如果是他，武松也一定打不过。我问我爸，为什么要娶这样的老婆？我爸爸悄悄告诉我，还不是因为便宜。我觉得果然便宜没好过。念，敢写咋不敢念？我以后要好好挣钱，争取帮我爸换回去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喂，中国大孝子呀你！给你爸准备换媳妇了？你爸给你说的便宜没好货是吧？请问一个口是什么字？口。两个口？吕。三个口？品。四个口？田。五个口？吴。六个口？昌。七个口？赤。八个口？之。九个口？经。十个口？古。1000个口？蛇。正月初一。春节。正月15。元宵节。2月初2。龙抬头。5月初5。端午节。7月初7。七夕节。8月15。中秋节。9月初9。重阳节。腊月初8。腊八节。腊月23。小年。12月30。除夕。皇帝的女儿。不愁嫁。喝凉水塞牙缝。倒霉透了。旱鸭子过河。不知深浅。芝麻做饼。点子不少。张飞传真。大眼瞪小眼。上天的气球。飘飘然。12点钟的太阳。到顶了。沙滩上走路。一步一个脚印。鸡蛋碰石头。不自量力。包公断案。铁面无私。唐僧西天取经。多灾多难。北京大学是谁创办的？光绪皇帝。中山大学是谁创办的？孙中山。复旦大学是谁创办的？马相伯。南京大学是谁创办的？张之洞。厦门大学是谁创办的？陈嘉庚。宁波大学是谁创办的？包玉刚。汕头大学是谁创办的？李嘉诚。云南大学是谁创办的？杭继尧。东北大学是谁创办的？张作霖。上海交大是谁创办的？盛宣怀。井冈山在我国哪个省？江西省。我国哪个省有3个一线城市？广东省。6朝古都都是哪里？南京。我国唯一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城市是哪里？三沙市。抗日将军第一人？马占山。抗美援朝首战将军？温玉成。新中国第一大将？粟裕。参加奥运会第一人？刘长春。去美国留学第一人？容闳。中国离婚第一人？苏菲文秀。中国司机第一人？孙富领。中国书记第一人？陈独秀。中国作家第一人？曹雪芹。1976年1月8日。周总理逝世。1976年7月6日。
朱德总司令逝世。1976年9月9日。毛主席逝世。1976年10月6日。粉碎4人帮，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帮我点个小红心加关注，谢谢。请问百姓住的地方叫什么？叫家。贵族住的叫什么？府。财主住的叫什么？宅。临时住所叫什么？寓。极其简陋的叫做什么？庐。嫔妃住的叫做什么？宫。帝王住的叫做什么？殿。僧人住的叫做什么？寺。尼姑住的叫做什么？庵。供奉神灵的叫做什么？庙。供奉祖先的叫做什么？祠。道教的庙宇叫什么？观。佛教的寺院叫什么？沙。人体有多少块骨头？206块。人体有多少个器官？78个。人的头发大概有多少根？10万根左右。人体最大的器官是皮肤。人体硬度最高的部位是牙齿。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是肝脏。人体消化道最长的器官是小肠。人体水分最多的部位是大脑。人体唯一不怕冷的部位是眼睛。人体最有力的肌肉是舌头。请问人不吃饭能撑多久？7天。不睡觉能撑多久？11天。不喝水能撑多久？3天。心脏最多可以停跳多长时间？4分钟。湖南省历史上的伟人是谁？毛主席。河北省历史上的伟人是谁？秦始皇。山西省历史上的伟人是谁？武则天。甘肃省历史上的伟人是谁？李世民。山东省历史上的伟人是谁？孔子。江苏省历史上的伟人是谁？刘邦。云南省历史上的伟人是谁？郑和。河南省历史上的伟人是谁？鬼谷子。福建省历史上的伟人是谁？林则徐。山东省历史上的伟人是谁？诸葛亮。广东历史上的伟人是谁？邓世昌。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帮我点个小红心加关注，谢谢。什么人不回家？流浪人。什么耳不能听？木耳。什么锅不煮饭？黑锅。什么猫不吃鱼？熊猫。什么油让人开心？加油。什么轮指甲不剪？年轮。什么金都不想要？罚金。什么油让人讨厌？地沟油。什么线缝不了衣服？光线。什么球指在脚底下？地球。什么话说了没人听？废话。什么盘不装食物？方向盘。什么菜总吃不完？剩菜。什么轮子能做人？摩天轮。什么铃不会响？哑铃。什么冰没有水？干冰。什么海看不见？脑海。什么财不能烧？人才。什么油点不燃？酱油。什么山不能爬？火山。什么井最可怕？陷阱。什么虫打灯笼？萤火虫。什么床最贵？病床。什么路不好走？套路。什么酒最贵？喜酒。什么头它最硬？猫头鹰。什么纸买不起？圣旨。什么口不是口？借口。什么花锅里开？爆米花。什么鸡没翅膀？田鸡。什么饭不能吃？软饭。什么竹不长绿？炮竹。什么书不能读？天书。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帮我点个小红心加关注，谢谢。你知道被称为黄埔名将的终结者是哪位将军吗？他从未上过军校，却是黄埔名将的终结者。解放战争10大战役，他指挥了5个。日本冈村宁次曾经安排几十名军事专家专门研究他。淮海战役，他以60万对80万生擒国军最高指挥官黄埔17的杜聿明，全歼了黄埔27邱清泉兵团，打得黄埔57的黄百韬兵败自杀，黄埔17的刘峙兵败潜逃。济南战役，他全歼济南守敌10万余人，活捉国军最强战将黄埔37的王耀武。孟良崮战役，他猛虎掏心，全歼国军5大王牌之首，
号称御林军的美械整编74师，击毙了黄埔4期的张灵甫。苏中战役，他以3万对12万，7战7捷，歼灭李默安5万余人，硬是将保卫战打成歼灭战，成为解放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。豫东战役，他深陷国军包围圈，结果他以1敌3逆风翻盘，以伤亡3万3千人的代价歼敌9万4千余人，活捉国军司令黄埔5期的欧寿年。鲁南战役，他打败长沙之虎，黄埔6期薛岳。肃北战役，他打败黄埔4期胡练，黄埔2期戴之奇兵败自杀。莱芜战役，他又活捉黄埔1期李先洲。他出生于湖南会同，20岁加入共产党，一生功绩堪比韩信，单盾战功无人能敌，当之无愧的战神。在他77岁去世后，头部颅骨灰发现3块弹片，整整折磨他54年之久。他就是我国的第一大将，粟裕大将。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帮我点个小红心加关注，谢谢。民国时期的10大汉奸，第1个，汪精卫，广东佛山人，中国头号大汉奸，投靠日本，成立伪国民政府，1944年在日本病死。第2个，陈公博，广东佛山人，中国第2号大汉奸，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，1946年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。第3个，周佛海，湖南怀化人，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日本侵略者勾结，1948年在监狱结束罪恶的一生。第4个，张景惠，辽宁鞍山人，奉系军阀首领，9·18事变后投靠日本，任为满洲国国务总理，1959年病死在战犯管理所。第5个，王克敏，浙江杭州人，曾为清末举人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任职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，日本投降后被逮捕，1945年于狱中自杀身亡。第6个，梁鸿志，福建长乐人。抗战期间，梁鸿志投靠日本，破坏抗日战线，抗战胜利后被逮捕，1946年被处决。第7个，楚明义，浙江吴兴人，曾参加辛亥革命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，成为汉奸，1946年被处决。第8个，殷汝耕，福建福州人，抗战期间投靠日本，任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，1945年被判处死刑。第9个，傅小安，浙江宁波人，民国时期上海总商会会长，1937年上海沦陷，傅小安负逆投敌，1940年在戴笠策划下被亲仆用菜刀砍死。第10个，丁默村，湖南常德人，汪伪政府超级特务，组建76号特工总部，血腥镇压爱国之士，1947年被执行枪决。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帮我点个小红心，谢谢。